今日天赐良机，天作之合，天成姻缘，必须一鼓作气，一举呢。小琼峰可有尚未闭关的门人吗？我是今日负责守卫山门的弟子，山门之外有人想找小琼峰之人。就听得外面传来一声呼喊，有一道身影已经闯入了外围的隔绝大阵。而李长寿此时也已经在床上睁开了双眼，慢慢的坐了起来。呼哧一下，屏风被一只小拳头给捶破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李长寿打着哈欠问。没什么，打蚊子呢。啊，蚊子？李长寿一个激灵，再无困意。据巡山弟子所言，山门处有炼气士前来探友，说是找小琼峰之人。李长寿先是扫过，刚好看到山门外有两道身影，正自驾云离去，似乎是交托了某个东西在守门仙人处。根据老的换小的这一洪荒铁律，李长寿大手一挥，让灵娥过去了一趟。李长寿自己则在小琼峰上仔细搜查，看看是否有蚊虫作乱。蚊子可不是一件小事。或许是因为李长寿近来太过疲乏，此时又强打精神，心神有着一缕急迫。他在湖边站在一群修灵石玉蛙中，用仙石细细查看山门各处时，心中忽然有了领悟，得了石微之法。何为石微？其实这只是仙石的运用技巧，没有什么系统的修行之法，需要炼气士自行领悟摸索，得此神通，于千里外观虫蚁，于百里内破障法。便如此时从山门处飞来的灵娥，李长寿原本的仙石锁定在他身上，只能看到他的身形面容，得见他的表情，勉强辨认出他发丝的飘扬幅度。现在不同了，仙石甚至能够看清他肌肤的纹路。话说回来，灵娥的皮肤当真是不错的，李长寿便是用石微之法观察，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瑕疵。肤如凝脂，莹莹如玉，弹指可破。就这般完美的肤质，不用来搓灵草当真是可惜了。李长寿收回仙石，继续搜查小琼峰各处。有了石微的本领，探查变得迅速且方便。哪里有蚊子呀？之前他在小琼峰上已经做过了几次全面的灭蚊工作，如今普通蚊子也不见半只。师兄，看我拿回来了什么？灵娥从云上跳下来，邀功一般的喊着。一枚玉符在灵娥的掌心缓缓旋转，散发着些许光亮，看起来颇为普通。检查过了？检查过了，就是一枚传信玉符，没有什么禁制。李长寿随手接过，又检查了几遍。灵娥忙道：师兄，这个是给师父的，我们不能随便打开看的。给师父的？守门的仙人说是两个炼气士留下了这枚玉符，说是还有钥匙，就先行离开了。这两人问清楚小琼峰还有人在，便说这玉符是师父的故人托他们带来，请转交给师父。你不说这件事儿，我还不怎么感兴趣。李长寿挑了挑眉角，掂量着手中的玉符，似乎是想要看透里面的禁制。他也不敢直接开启，毕竟有许多传信玉符制作粗糙，内容如果被看一遍就会自动消失。但是这万一是什么陷阱，里面藏有什么害人的手段？哎呀，师父好不容易修成浊仙，就算以后去天庭混职，也就勉强再混个几万载寿元，可经不起这般折腾啊。灵娥小声问：师兄，师父在外面还有朋友吗？据我所知，没有。莫说是门外了，门内这几个也是交情浅浅。毕竟师父此前1000年，绝大多数都在苦闷修行。灵娥悠悠一叹：师父好惨意难现。这传信玉符很有可能是旁人的算计。
灵儿，你可记得上次我守墓回来，你与我说的那些传闻？师兄妹对视一眼，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于是，这对师兄妹回了李长寿的草屋，开启了几层小型阵法，凑在一起一阵捣鼓。片刻之后，师兄，我都说了。灵娥歪倒在师兄的床上，捧腹大笑，笑得珠钗歪斜，笑得云鬓散乱。可惜小师叔不在此地，不然小师叔笑的这种程度定会十分的壮观。矮桌旁，李长寿的额头挂满黑线，瞪着玉符上浮现出的那封家书以及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字。哈哈，还真的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，而且还是一位重要人物给师父的信，落款为晚江雨。如果李长寿没有记错的话，自己年少时师父一次醉酒之后曾经念过这名字许多次，应该是自家师伯无疑了。李长寿本来不想看信的内容，但也只能趁着文字还未消失，将其内容记了下来。这传信玉符比较劣质，李长寿想再用一次，却发现其内的灵力已经消耗殆尽了。他想了想，取出一张布帛，左手提笔将其中的内容写了一遍，并用仙力将墨汁烘干，伪作了一封书信。那玉符也被他放在了一旁，其上还有这位晚江雨的少许气息。师兄，信里面写了什么呀？写信只告诉师父，他这些年过得很好，过得很不错。当年之事，他也有过错在，做师姐的未能护住师父。灵娥轻轻皱眉，嘴角鼓了鼓。师兄，我有些不太喜欢这位师伯。一去8、900年不回，对师父不管不问，我也不太喜欢。李长寿的声音放缓，难得的有了温柔的语调。对人对事，我一贯都会做最坏的打算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及时应对最糟糕的情况。但是唯有这件事，我心里希望可以是最好的可能。师兄觉得最好的会是哪般可能？灵娥收拢裙摆，跪坐在师兄的身侧，那双眸子满是柔情，在那仔细地听着。最好的可能是这位师伯当初外出为师父找寻疗伤补全道基的宝物，苦寻无果，数百年匆匆而过，师伯心底绝望，却又不敢回来，怕见到的是一个自暴自弃的师父，甚至只是一堆白骨，一处坟茔。所以过了8、900年，师伯他才敢用书信问候。李长寿缓声说完，灵娥的目光已经是如痴如醉。灵娥柔声道：师兄，若是哪天我也被人伤了，你会不会也为我去东奔西走，一不解带？放心。李长寿点点头，正色道：只要你不是直接被打死了，我都能想办法救活你。就算是死了，只要不是神魂俱灭，咱也能去地府投胎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你为何会被人打伤啊？稳字经没有抄够吗？灵娥瞬间破功，气得连翻白眼，直接想上去咬自己师兄一口，但是随之灵娥就注意到自己师兄双眼略微眯了一下，嘴角也有细微弧度的上扬。每当师兄露出这种微妙的表情，他都是……灵娥顿时向后缩了缩，心底一阵紧张。这次又是谁又被师兄安排上了？灵娥，你不是认识几个别封的弟子吗？李长寿道。将师父这件事以及晚江雨这个名号暗中扩散出去，随你如何编排，只要让人知道小琼峰晚江雨会来找小琼峰奇缘，
就足够了。灵娥心思一转，已经明白了师兄的打算，小声道：师兄，你打算……不要多言。李长寿看脸师妹，此时你做这些有点参与感就行了，后面我会安排妥当。哦。灵娥鼓了鼓嘴角，也不敢多说话。他心底也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散播这条消息。师兄要做什么他自然知晓，无非就是为师父了断当年的因果，清算那一段仇怨。将书信交给师父时，不出李长寿所料，齐元老道发现了他偷看书信之事，结果自然是被师父举着拂尘漫山遍野地追了半个时辰。齐元读罢书信，长长一叹，并未多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开心的表情，甚至老道的身形更显苍老，在屋内继续打坐闭关。灵娥不由担心道：师兄，师父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？李长寿揉了揉自己的后臀部位，嘴角一撇，忍不住对师妹传声吐槽了师父2句。哎呀，师父这个人吧，修道只认死理，脑子转弯慢，现在还沉浸在当年师伯离他而去，自己输了比斗的失落之中，暂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你不信啊，你等半个时辰再凑过去看看，肯定在屋里面蹦来跳去的，啊，疼死了。言罢，李长寿摇摇头，驾云朝着丹房而去，临走也是一阵嘀咕。他提前打开传信玉符，还不是为了师父的安危吗？这真是的。半个时辰后，趴在窗边的灵娥突然听到了一阵叮咣乱响的动静，师父在草屋中传来一阵大笑，木门被师父直接撞开。这老道直接跳了出来，举着拂尘，口中大喊：长寿、灵娥，你们师伯终于主动给信儿了！灵娥禁不住一手扶额，又配合着喊了一声：师父，真的吗？哎，对对，灵娥你快看呐，快来看！好的，师父，弟子这就过来。灵娥面带微笑跑过去，又看了一遍李长寿抄的那一封书信。丹房中，李长寿的仙识看到这一幕，也是轻轻舒了一口气。接下来就是等消息了，等师妹放出晚江与有关的讯息，看看能否找到师父仇敌之所在，最好是能刺激一下对方，引他来小琼峰挑事儿。但是李长寿此时也并未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一件事上，自己现在每天也有2件大事要做，其一自然就是修行感悟，其二就是每天要花费1个时辰，通过神像感应关心一下海神教的发展，偶尔给神使托托梦，给拜祭自己的俗世善人赐赐福。既然现在主动选择了这条路，那也就要尽力的做好这个合格的野神，而后再慢慢的找机会脱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龙族的几位护法十分给力，这些真龙护法前一段时间又在南海神教外围区域发现了妖气，他们二话不说，不查对方根底，见面直接开队，甚至追杀一名天仙境的单飞大妖3万里，将对方格杀在一座俗世的大城之上。洪荒有龙哥，手狠话不多，随后暗中有势力搞鬼，弄来一群大妖。南海之中藏着的仙蛟兵与龙族高手齐齐出战，不过片刻就将这群大妖给击溃了。这一战通过神像全程旁观的李长寿，那看的是十分舒坦。几场冲突下来，也相当于龙宫在对插足南赡部洲西南区域的所有势力宣告，南海海神教是他们龙族收香火之用。龙族底蕴深厚，如今又憋了一肚子的窝囊火，哪怕是西方教对他们也略微有些忌惮，且有些事不能摆在明面上，故而暗中谋划之人
只是用一些被控制的大妖稍作试探，便不多与海神教纠缠。李长寿感到可惜的是，现在还不能在海神教内推广扬灰超度殡葬仪战士服务，要不然这场面必然会十分壮观。关注海神教的同时，李长寿也暗中观察了门内3个多月。门内不少人都知道了小琼峰的八卦，都是谈论几句就一笑置之，那仇敌依然是不露丝毫的痕迹。李长寿现在就像是正在与空气斗智斗勇，但是没关系，李长寿可以耐心的等。然而让李长寿有些意外的是，隔了3个月，第2封给师父的书信再次被人给烧了过来。而这一次看完书信之后，齐元老道更为激动。老道把李长寿和兰陵娥喊到近前，笑得胡子都飞到眉边了，郑重宣布：长寿、灵娥，为师现在要出门一趟，你们照看好小琼峰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师父这边已经驾云朝着山门飞去。这么匆忙，这万一被算计了怎么办？李长寿连忙呼喊：师父，且慢！留步2个字不太吉利，话到嘴边，李长寿临时换成了自己喊顺嘴的那声：湖边草屋前，天蓝白云间。被大徒弟喊住的齐元老道刚刚落地，李长寿和兰陵娥立刻向前拦住了师父的去路。这情形顿时让齐元老道想起了上次在丹房的遭遇。老道下意识地后退半步，表情凝重地看着自己这2个亲徒弟。你们2个又想做什么？师父，您放心，这次我跟师妹绝对不会迷晕您的。李长寿露出一个和善谦逊的笑容。